1950年初，毛主席从东北视察归来，一进中南海，工作人员们就发现毛主席的情绪不对。这一次，毛主席是先出国访问苏联，然后又连续到了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3个省会，去视察那里的生产恢复状况。按理说出去了一趟，应该挺高兴才对，怎么毛主席反而显得怒气冲冲？毛主席在中南海一刻不停地踱步，最后下了命令，要召集全市主要的领导干部，开一场严肃的反思会。看来毛主席这次东北之行并不愉快。那么在东北3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1950年初，毛主席访问了苏联，苏联的工业发展让毛主席赞叹不已，同时也感到不安。那时候的新中国太穷太落后了，和苏联一比，我们仿佛还停留在原始社会一样。中国的周边强敌环伺，尤其是西方国家虎视眈眈，如果中国不尽快追上大国的发展脚步，那迟早有一天还是会陷入列强瓜分的境地。所以在回来的路上，毛主席的心情便显得很沉重。由于回国途中必然要经过东北3省，所以毛主席当即决定先去东北3省考察一番那里的工业发展情况，再回北京。而这第一站就是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。听说毛主席要来，哈尔滨各级领导当然是非常重视。毛主席一下火车就进了会议室，询问当地省市领导工业发展状，还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们进城了，要学会建设城市，管理城市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的艰巨任务。在场的领导干部连连点头。毛主席又问，哈尔滨当地有哪些重点发展的工厂？陪同的市委领导回答，哈尔滨的大工厂不多，除一些轻工业加工厂外，只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叫36棚铁路车辆工厂。要说这个工厂，那可是历史悠久，这还是当初沙俄入侵东北的时候修建的，后来被收归到中国人手里，现在是哈尔滨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。毛主席一听来了兴趣，当即表示自己要亲自去这工厂看一看。来到工厂之后，毛主席看到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的工作，虽然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，工厂还处在恢复期间，不过大家干活的劲头很足。厂里的领导详细地给毛主席汇报了一下年度的生产计划。毛主席看他们很有想法，又热情十足，顿时变得心情很好。等晚上回去，毛主席跟陪同的市委领导们说，你们的汇报很好，哈尔滨这个城市1946年就解放了，人民的思想觉悟高，基础也打得好。现在我们全国刚刚解放，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，不熟悉的东西也不少，怎么办呢？从哪里下手？我看首要的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，镇压反革命，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建设，还有很多工作，但这2项是重点。总之，这一天的工作眼瞧着是顺利结束了，当地的领导便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安排晚饭。毛主席之前就反复强调过，领导干部绝对不能铺张浪费，不要搞特殊待遇，尽量越朴素越好。可黑龙江省的领导们显然是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。虽然之前毛主席反复谈过这类要求，可大家心里都想，毛主席和总理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宴席上还有不少重要的领导人，如果只是吃家常便饭，那就太寒酸了。所以这场宴席他们还是按照最高规格的标准来接待。等毛主席走进宴会厅，发现桌子上摆的都是些难得一遇的山珍海味，什么熊掌、鲍鱼统统都端了上来。看着面前的山珍海味，毛主席却一点没有胃口。工作人员回忆，当天毛主席只是夹了几筷子的青菜，吃了些米饭，而那些真鲜佳肴，毛主席反倒一口没动。看着毛主席的脸色渐渐冷下来，大家都感到了不对。当地领导更是意识到自己这顿饭是安排错了，眼看着毛主席一言不发，众人都忐忑不安。周总理不愿看到气氛这样僵下去，于是便笑着打圆场，让他们换点东北的农家小菜上来。至于这些山珍海味，送到医院和工厂去，让那些养病的人还有那些辛勤劳作的工人们改善一下生活。听到周总理的想法，毛主席这才点了点头，大家也松了一口气。可毛主席的心里却还是压着一块大石头。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之中，毛主席曾经深入研究过李自成的事迹。这个曾经风头无两的起义军将领，在踏入北京城之后，短短几天立刻就被奢靡的生活所腐化，最终成为败军之将，失去民心。李自成不是没有能力，可是他却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，而这也是绝大部分人的缺点。人都贪恋享受，追求荣华富贵，可这种心态和共产党的理念是相悖的。
如果人人都这样想，那国家谈何富强？如果放任这种思想来侵蚀自己，那么迟早有一天，曾经的共产党员们也会变得和地主官僚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在全国解放之前，毛主席就反复对领导干部们强调，我们不要做李自成，而是要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纯洁高尚的人格。可是再怎样强调，很多事情也是无可避免的。今天这一桌子美味佳肴让毛主席更加忧虑。在毛主席离开的时候，黑龙江当地领导请毛主席为他们提几个字，勉励他们今后的工作。毛主席沉思许久，为他们写下了学习、奋斗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等字样。领导们又请毛主席多写一点，毛主席却说，你们能把这些做到就很好了。毛主席在哈尔滨待了18个小时，随后又乘专车前往长春。在哈尔滨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毛主席很不愉快，但没想到到长春又出了一些状况，让毛主席发了更大的火。长春是工业重点城市，毛主席一下火车便四处张望，当地负责接待的领导赶忙迎上来，但毛主席却没有急着走，他沿着火车站走了一段路，直到领导劝他上车，他才有些闷闷不乐的坐上了长春为他准备的专车。随后毛主席就提出自己要去工厂。从火车站到工厂有挺长一段路，但是一路上居然静悄悄的，除了负责接待的领导以及当地安排的警卫之外，居然就没见到什么人。毛主席的表情越来越严肃，最后他忍不住开口发问，怎么没有看到群众啊？这一下子就把陪同人员给问住了。毛主席见他们闷不作声，更是生气。陪同人员担心毛主席发火，于是支支吾吾地回答，群众可能是都在家里吃饭。这个理由未免太过敷衍了。其实毛主席从下火车没有看到群众，就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，肯定是当地的领导干部担心出现意外状况，所以提前就在大街上戒严了。可是毛主席这次来就是为了深入群众，了解民生，把群众都撵走了，毛主席还视察什么呢？再想一想，在短短的时间里将群众全部疏散，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，其中又耗费了多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。而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最后只是起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效果，这让毛主席怎么能不生气呢？所以毛主席一下车便发了很大的火，吓得当地的领导干部都不敢出声。毛主席非常严肃地将当地领导干部批评了一顿，有人只好对毛主席解释说，这样做的目的是担心群众人数太多，太过热情，造成交通拥挤，或者对主席的安全造成威胁。毛主席听了这话连连摇头。过去不管是在井冈山或者在延安，毛主席从来都是和群众打成一片。共产党人就是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的，这一点再过1万年也变不了。而如今领导干部们进城了，突然就摆起了官架子，把群众隔离得远远的，这在毛主席看来是最不可理解的事情。因此毛主席当场就下了命令，要求当地解除戒严。当地的群众早就想要亲自见一见毛主席了，所以戒严令一解除，群众都涌到了大街上，围着毛主席有说不完的话。面对热情的群众，毛主席脸上终于久违地露出了笑容。由于时间紧张，所以很快毛主席又离开长春，前往东北的最后一站沈阳。前2站都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大家觉得沈阳应该吃了教训，不会再犯什么错了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沈阳这边竟然也准备了超高规格的接待。原因是觉得之前2地都是如此接待的，如果沈阳的宴席办得太过简朴的话，那岂不是要被人笑话吗？再说东北局就在沈阳，这一次的接待代表的是整个东北，所以规格就弄得更夸张。毛主席下车看到当地准备的那奢靡之极的宴会，直接气得连饭也不想吃了。他当众发火说，我们是人民的公仆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如果你们一层一层效仿下去，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？等毛主席一肚子火地回到招待所，却更加生气了。原来为了迎接毛主席，当地招待所特意换上了欧式的弹簧软床，连被褥都是新做的。毛主席上手一摸，居然还是丝绸材质。毛主席十分烦闷地叫来叶子龙，让他把这些床具都挪走，自己要睡硬板床。叶子龙连忙劝道，主席，你是睡1天，如果不适应，以后到别处就不睡这种钢丝弹簧床了。毛主席却不答应，他对叶子龙说，地方同志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，人民群众很苦，我们不能搞得这么铺张。叶子龙只好按照毛主席安排的，把弹簧床撤了，又到火车上拿了毛主席自备的行李被褥。毛主席躺到硬板床上，
抽了支烟，叹着气说：“全国人民都睡硬板床，让我一个人睡弹簧床，我能睡着吗？”毛主席担忧第二天的宴席，东北局还要大操大办，所以让叶子龙提前通知，早饭就不在酒店吃了，直接在火车上吃火车餐。东北局的领导们一听，觉得这怎么行？但又想到昨天的宴席，毛主席已经很不高兴，心里很是紧张。毛主席倒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把当地领导们都叫上火车，大家一起吃了顿便饭，又谈起了许多东北的革命往事。在东北众多的革命英雄之中，毛主席最欣赏的是杨靖宇。那时候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苦，杨靖宇牺牲后，日本人带走了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，在他的胃里只发现了一些草根和棉絮。毛主席十分严肃地和大家讲了杨靖宇的故事。此时此刻，距离当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其实并没有过去多久，可是一些领导干部却已经把当初艰苦革命的精神丢掉了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都贪图享乐，还有谁真心为人民服务呢？长此以往，毛主席不得不为他们的前景担忧。吃完饭之后，毛主席直接召集了东北局的领导干部开会。在会议上，毛主席是一点面子都没留。他说：“党的7届2中全会刚开完，你们就忘了？我们还应重温全会的精神。”当地领导们听着毛主席的话，连头都不好意思抬了。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许多领导干部开始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，享受之风也悄无声息地蔓延。东北的现象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正因如此，在赶回北京之后，毛主席立刻召开了反思会，同时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行动，揪出了一大批生活堕落的领导干部。而毛主席本人更是始终以身作则，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惯，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共产党员高贵无私的精神。